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灰阶彩虹。2月的新赛季已经开始了，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开始在决斗社爬分呢？我因为2月的前2天没时间，所以一直拖到3号的凌晨才开始打单人决斗。那时候我心想，既然新赛季都已经开始了，那我是不是应该试试新卡组呢？所以我就把9级的邓布利多放进卡组里，想要试试老校长邓布利多在阶梯上的表现。结果一开始就马上打出了一个17连胜，然后就遇上了多比打球的克星乃哈。但我并没有放弃，而是在接下来的对局里又一次打出了15连胜，然后被雕像流石内部打败。但我的排名也在短短的2小时内从500加快速攀升至本服前100。而我之所以可以用这么快的速度来爬分，是因为我在卡组里带上了这张超强的卡邓布利多，而且是一张只有9级的邓布利多。这就代表，就算现在正在看影片的各位只是一名小氪或者是无氪的玩家，也能使用我今天推荐的这套卡组快速上分。阿布斯邓布利多的效果是，当他在场时会在身边产生一个光环，所有友方巫师在这个光环里释放的咒语卡都会被记忆，然后在下一次使用的时候得到加强。加强的法术咒语会额外释放1次，而加强的召唤咒语则是可以让召唤出来的生物在第一次倒下后重新站起来。虽然召唤生物在重生后的等级是和邓布利多相同的，但可以回复费用的金探子和玻璃兽在重生后尽管只有9级，却并不影响他们回复费用的效果。所以在满费召唤出老校长邓布利多后，只要优先召唤出金探子和玻璃兽，就等同赚了7费。要知道，妙丽伙伴在复制闪电风暴时，也只是打出了6费的效果，就需要进入10秒的冷却时间。而邓布利多的效果不仅不需要冷却，而且对场面所产生的影响更是远远超过了其他的伙伴卡。只要对手无法在我们召唤出邓布利多的瞬间把邓布利多解决掉，那我们就可以很轻易的用重生的金探子给出的法力召唤出金探子恢复法力，然后再召唤出金探子再恢复法力，然后再……总而言之，在我今天尝试这套卡组之前，也不知道原来邓布利多就算只有9级也是这么强的。各位想要上分的朋友，也是可以直接把这套卡组抄过去使用。接下来是一场实战的对局，这是我3个多小时的对局里打得最满意的一局，也是我在凌晨2点左右打的最后一局。我可以这样和大家说，在打完这场决斗之后，我感觉我全身的力气都用完了，握住滑鼠的手甚至在发抖，因为这场战斗实在是太刺激了。那么废话不多说，让我们马上进入这场精彩的决斗。这里可以看见，我的对手是当时正在榜1的 PEJA， 他在之前是一名石内普的玩家，但自从他在换上哈利回响后，我的多比打球就十分难战胜他了，因为他的技能实在是太准了，而且非常懂得用小法术来压制我金探子的血量。这里可以看见他一开始就召唤出露娜并使用了继续武器轴，我也是十分灵活的闪躲了这一招。这里我利用露娜召唤出来的小猪尝试叠加凯文的被动，这里我向前走，然后向后顺利的叠加2层的被动。在这里我先不急着把他的露娜伙伴解决掉，反而是利用他召唤出来的小猪不断的叠加补攻次数，然后同时利用位移来闪躲他的继续武器轴。这里看见露娜的毒条快要满了，我也是马上赶上前去把它解决掉，以免他召唤出夜袭把我的凯文解决掉。在初始的交换的时候，可以发现我的血量几乎还是满的，而我的凯文被动已经叠到了橘色，这就代表了我的补攻伤害将会有25%的加成。进入了游戏的中期，我也是保留法力，进入金探子、玻璃兽，然后2个小法术。当豹尾丁虾站在0费时，我也是马上在后场召唤出豹尾丁虾。这里对手使用多多斯把我的豹尾丁虾的血量压低，我也是在囤满10费的时候马上打出邓布利多，然后一个预判的轰轰破把他的继续武器组打走，之后再过出玻璃兽进入下一个循环。这里看见对手召唤出荣恩，我也是马上打出3步杀以及冲锋把对手的荣恩解决掉。这里对手召唤出3斗犬，我不着急着捡，先把凯文的被动叠满，以获得那个伤害的加成。这里利用分身来吸引3斗犬的注意力，然后打出金探子来回复步数。
这里我先是向后退，然后在三头犬接应的时候再一个瞬移，利用分身再一次吸引住三头犬的注意力。这里对手用区区武器手把我的金探子解决掉，尽可能的压低我的步数，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在哈利会上没有打出伙伴的时候，多比打球受到的压力将会大大减少，然后我就可以在对手下一个伙伴还没有撞好的时候，利用卡主快速过牌的特性过出更多的金探值来恢复步数。这里可以看见时间已经接近2分钟，法力加倍的时间，而我和对手的血量还是接近持平的，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因为哈利回响可以加强治疗的效果，并且会带上治疗的卡，而多比的血量一旦被消耗的话就不会恢复的。这里可以看见对手躲进了雾里，而我的场面上也是布满了可以恢复费用的生物。这里可以看见对手把他的3号伙伴麦教授召唤出来，而我也是反手把我的麦教授召唤出来，尝试使用6步杀把对手的麦教授解决，但是一个不小心被对手的区区武器手打中了，所以只能等待下一轮的过牌。这里非常好，我的6步杀成功命中了对方巫师和他的麦教授，当然我的麦教授也是被对手的小法术给解决了。大概这一整波的交换下来之后，可以明显的发现我的血量已经占有优势，对手成功用扫把躲过了我的3步杀弹射，并且召唤出3头犬分担伤害，而我也是利用普攻尽快把对手的3头犬解决。这里是一个小走位成功躲过了对手的多多师，然后利用分身来分散3头犬的注意力，并且在对手释放轰轰破的同时把对手扎到前场，让对手承担我惊鸟的伤害。在凤凰已经回到手牌上的情况下，就可以回复费用，并且用凤凰来回复最后这一点点的血量。进入游戏的后期，对手的血量已经被我压得只剩下不到2000血，我这里也是一个小失误，不小心被对手的多多师给命中了。对手非常想要解决我的豹尾丁虾，但我也没有任何的方式来阻止他，只能在对手使用扫把的同时，尝试把自己身上的冲冲弓打到对手的身上，但显然没有成功。这里的角度差了一点点，不过没有关系。在发现对手步数已经不充足的情况下，就可以开始使用伯格来消耗对手的血量。这里对手躲在了雾里，所以这颗伯格并没有接的必要。我尝试用一个轰轰破把对手从雾里炸出来，但他用扫把躲过了这一招。我在雾消失的那一瞬间打出了3步杀，成功命中了3头犬和对手。然后对手想要用一个区区武器手把我的豹尾丁虾解决掉，我也是连续2个顺，用肉身挡住了这个伤害。在豹尾丁虾没有被解决的情况下，他可以每8秒打出接近100的伤害。现在游戏已经进入了10分钟的吊水阶段，这里我一个小失误没有把瞬移卡拿在手上，被对手的多多师给命中了。只不过这整整2000点的血量差，也不是1-2招的小法术可以成功扭转的局面。在这场决斗的最后，我也是用一个瞬移，在躲过对手区区武器手的同时，把残影的伤害反弹到对手的身上，成功带走这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解说真的十分的累啊。以上就是这期影片的全部内容，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和订阅。我是灰阶彩虹，我们下个影片见，拜。